松哥，韩国的政坛杀得比台湾政坛还要凶，他们在审什么尹锡悦案子，尹锡悦要出庭，要辩论了，要最后了。结果韩国的检察官什么报告庭上给他死刑，结果你看到这个画面，尹锡悦这个噗嗤一笑，对，没错，太诡异了吧？韩国的政坛呢，真的是腥风血雨。为什么这样腥风血雨？你看尹锡悦啊，这是尹锡悦啊，尹锡悦他出席什么？因为这目前为止来说，他的这个案子呢，在韩国的中央地方法院进行最后的这个审理的这个阶段，最后陈述的过程里面，他在笑。为什么他笑？因为检察官说建议庭上，我们判处他死刑。死刑2个字，死刑听出来的话，你知道当场庭上里面来说，大家都气氛凝重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的时候，结果没想到尹锡悦一开始摇摇头无奈，最后甚至还露出了诡异的笑容。那我笑了，对，那当然，因为有人在听嘛，有人听了说他支持者是在那边骂窃笑啦，或是这个低声的咒骂，然后后来法院来 order， 大家不要再吵了，不要吵了。这是尹锡悦听到他死刑这样一个状况。好，那为什么有这个情节发生呢？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进行这个地方法院的最后陈述嘛。最后陈述的时候，他当时讲的非常多。他说啊，我为什么要进行这个戒严？我是为了要唤醒民众监督亡国恶行啊。然后他说了，你检方的这个起诉书是不符合事实啊，还有基本法律的这个妄想跟小说。那当然检察官不爽，所以检察官就说我要判处他死刑。好，那你讲，事实上这整个过程里面来说话，因为韩国有这个转播有开放这个直播，他说即便15个小时，等一下他们在法庭里面弄了15个对小时， 15小时，然后一直讲到凌晨，讲到凌晨的时候，他从下午的这个13号下午一直到14号的凌晨，然后呢，尹锡悦在开庭了15个小时之后的凌晨的0点11分开始讲，他最后陈述的时候，他就在那边讲嘛，而且他讲了89分钟啊！哇塞，他自己一个人讲了89分钟的时候，那你看这是谁？这是他的辩护律师，对，辩护律师的这个鹰甲根，甚至还讲到喉咙动没掉，还在那边打瞌睡的一个状况，所以他就这样打瞌睡，这样就打哈欠的一个状况。所以你看他整个过程里面来说，他其实相当态度的这个强硬。他讲什么？他有时候还怎样？还讲到这个脸红气喘，还在那边打桌子、拍桌子啊，然后还这个挥舞拳啊，然后这样子说，我根本没有这样弄。他还说什么？戒严令是我的职权啊，我哪有什么叛变，还有什么政变的一个状况啊？然后他说你们这个是我说什么我要发动内乱，他们没有啊，我这个只有戒几个小时根本没有这样做啊。对。然后他说你看他们在秋后算账啊，很多公务员都被清洗啊，是疯狂的这个舞剑啊这样的状况啊。他说他的狼群煽动内乱的这个猎物这样的状况。而且我们刚刚讲他这个90分钟，他为什么这么的气？因为他最后一句话，就算有人命令我独裁，我也做不到。像我这种笨蛋，政治敏感度，我哪个够格啊？对，他最后讲什么？他干脆自嘲了。他最后就说你说我是政变是荒谬嘛？对，他说我根本不懂政变，也没有想过，就算要干也不会选国会开会的时间嘛。但你看现在目前为止，韩国媒体已经在这个报道了嘛？他说这个韩国媒体说了。尹锡悦被判死刑，他应该受到比全斗焕更严厉的这个惩罚。那尤其是说，他是说因为他比之前的全斗焕跟卢泰他们2个之前搞什么光州事件嘛，那这个检察官还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减轻前总统尹锡悦的刑责，也就是说他真的要判他死刑的意思啦。好，但我讲如果他真的会被判死刑吗？有可能被判死刑。为什么？事实上，在1995年到96年，当时的这个韩国的前总统这个全斗焕跟卢泰愚呢，因为他们之前光州事件是他们进军去镇压光州，然后导致了非常多人死亡。我们如果看什么计程车司机，很多这个讲当年光州事件的，就后来他被判死刑。所以你要说尹锡悦有没有可能被判死刑？廷辉，这样一路看下来，我只有一个疑问想问：尹锡悦亲美派，跟美国很要好的应该。美国没有要去救他啊！今天特别检察官都已经讲了，给我判死刑判死刑，但是却无法执行了。我告诉各位假的。其实韩国在1997年12月30号执行最后一次死刑之后，全世界就特别是国际特赦组织就已经把韩国列为什么，就是没有死刑的国家。对，所以他根本没办法去执行死刑啊。而且你也知道，他也不是一般的检察官去对他进行起诉啊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尹锡悦嘴上会有诡异的笑容出现？因为他知道。
如果你判我死刑，这就等于是送我一个礼物，叫做政治斗争的礼物嘛。而且他之前是检察总长出来的，我懂嘛，我检察官出来的，是啊，在说笑话。对嘛？所以你知道说这个死刑有点是送给李在明的一个礼物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往来讲，你知道他们两个是政治斗争的这个要角嘛，那这两个互不相让的情况之下，龙虎之斗，韩国的政局是朝野本身来讲都各占50%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是执行死刑的话，那真的是什么羞辱对方之外，另外也会激起另外一部分的人的这个所谓的抗议哦。对，所以这个整个韩国会整个是瓦解掉跟分裂掉，所以这个死刑是一个政治上的动作。但是接下来后面来讲的话，就是会展现一个现任总统的宽仁为怀的，我就给你特色。所以他尹锡悦就知道说，接下来李在明，如果你想要混下去的话，基本上还是要给我一些特色，所以这不需要美国来出手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李在明在去年去这个白宫跟川普访问的时候，早就送给川普很多皇冠了，黄金皇冠不是吗？对，这些早就获得川普的信任，所以美国也不是说不救尹锡悦。不是因为亲美不救，而是因为李在明已经倒到美国这边来，对，所以美国只要看到可用之人，然后你是可以谈的，这时候我就跟你继续合作。但是至于说尹锡悦这个判死刑，它是政治操作，这个政治动作，基本上韩国是不会执行的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